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海军曾建造出一款当时世界上最重的重巡洋舰。战争爆发后，德国的这款重巡洋舰协助德国陆军进攻北欧，还突入大西洋，进行破坏英国运输路线的破交作战，一度令盟军十分头疼。它就是德国海军的大型战舰希佩尔海军上将级重巡洋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公海舰队让英国皇家海军吃了不少苦头。在日德兰海战中，德国海军更是用优秀的战略战术，以3000人的代价让英军付出了6000多人的伤亡，并击沉了英国海军3艘战列巡洋舰、3艘装甲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强悍的战斗力让英国海军放弃了击沉公海舰队的想法，转而靠大型水面舰艇的数量优势，将德国海军牢牢地锁在港口，使其在战争后期毫无作为。一战结束后，德国海军丧失了大部分军事力量，变成了一支近岸海军。但心有余悸的英国人还是要继续削弱德国的力量。英国利用凡尔赛合约的便利，限制德国不得建造任何大于10160吨级的军舰，不能拥有包括巡洋舰以上的大型船只，且不能拥有潜艇。在后来的日子里，德国海军参谋部多次要求建造新战舰，都未获允许。又经过许多年的协商扯皮，德国海军才终于被允许建造首批装甲舰，但必须遵守条约的限制。于是德国人迫不及待地先造了3艘德意志级装甲舰。这批战舰威力大，速度快，吨位、火力、防护、航速完全不相匹配。英国人和日本人给德意志级装甲舰起了一个袖珍战列舰的称呼。德意志级装甲舰的出现有一定的应急的成分，它是德国在无法突破凡尔赛合约治国的情况下造出了一款过渡性或者说妥协性的战舰。德国人骨子里还是特别希望能拥有大型战舰的。德国海军制造局密切关注着主要海军大国的军舰研制情况，定期评估其他国家的各种舰型。20世纪20年代末，德国就已经在考虑设计建造一种重型巡洋舰，但由于条约的限制未能如愿。到了30年代初，法国和苏联海军相继提出了大规模的造舰计划，从而促使德国再次将大型水面舰艇的计划搬上台面。1933年，希特勒上台。一开始，希特勒也对条约限制有所顾忌，不敢公开建造超过标准的大型战舰，也不敢公开挑战英国的海洋霸权。希特勒向当时的德国海军司令雷德尔表示，自己不想马上建立一支能挑战英国的舰队，但放着对面的法国，看法国海军强大起来，这是他很难容忍的。他需要一支能对抗法国海军的造舰计划。当时德国的造舰计划还仅限于波罗的海的贸易战中，保卫德国的交通线。德国估计，如果战争重新爆发，那么以德国目前拥有的几艘轻巡洋舰来看，是远不能与潜在对手英国和法国相抗衡的。德国需要建造大型水面舰艇，并且要在舰艇质量上与世界先进水平保持同步。彼时的苏联海军还很弱，并没有引起德国的注意。1934年，德国开始了重巡洋舰项目的初始设计。在参考了其他国家巡洋舰的使用情况，并结合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后，德国海军认为巡洋舰应该使用在破交战上。因此，德国对准备建造的希佩尔海军上将级重巡洋舰提出了大型化、远航力高、火力强、防护性能好等要求。最终，德国决定在重巡洋舰上使用203.2毫米主炮和高压蒸汽涡轮机。由于德国不是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签字国，因此主力战舰的吨位和火炮口径并不受该条约限制。但希佩尔海军上将级重巡洋舰的规格肯定超出了凡尔赛合约的规定，德国在超越条约限制上跨出的步伐还是比较大的。好消息是，德国是瞌睡遇见送枕头，想啥来啥。这边刚计划造重巡洋舰，那边就传来了解除限制的消息。1935年6月，英国和德国签订了关于两国海军军备力量的英德海军协定。协定规定，德国的海军舰艇总吨位可以达到英国的 35%， 潜艇不超过英国海军潜艇总吨位的 45%。一般认为，英德海军协定反映了英国想利用德国反对苏联、平衡法国的心理。它合法解除了凡尔赛合约对德国的海军限制，使德国重新武装合法化。从此，德国建造的军舰理应受到与条约体系下其他国家一样的约束。万事俱备了，那还等什么呢？希佩尔海军上将级重巡洋舰开工造吧！德国原计划建造5艘希佩尔海军上将级战舰。1935年7月，1号舰希佩尔海军上将号在德国布鲁姆沃斯造船厂开工建造。其名字是为了纪念日德兰海战中德国侦察舰队的指挥官弗里茨·里特尔·冯·希佩尔海军上将。该舰1937年下水，并于1939年4月服役。
设计要求西培尔海军上将号将标准排水量控制在12000吨以内，但实际建成时的排水量远超12000吨，达到了15000吨。1936年8月，2号舰布吕歇尔号在德意志造船厂动工建造。布吕歇尔号沿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多格尔沙州海战中被击沉的装甲巡洋舰的名字。事实证明，沉船的名字不能乱用，这或许冥冥之中注定了布鲁歇尔号的命运。西培尔海军上将级重巡洋舰的3号舰便是大家所熟悉的以奥地利陆军元帅命名的欧根亲王号。欧根亲王号被称为德国海军最幸运的军舰，它多次参与重大行动并幸存到了战争结束。4号舰是塞德利茨号。1939年1月，塞德利茨号下水。当该舰快要完工时，德国海军突然决定将它改造成航空母舰。塞德利茨号被转移到了柯尼斯堡进行改装，但进展缓慢。直到1945年，苏联红军接近柯尼斯堡，航母还没有改装完成。最后，塞利茨号被船员放置炸药炸沉。5号舰是吕佐夫号。该舰于1939年7月下水。8月份，德国和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随后，苏联求购未完工的吕佐夫号。为了向苏联表示友好，德国在1940年2月以 1.5 亿德国马克的价格将吕佐夫号转让给了苏联。苏联将这艘只安装了一半炮管、上层建筑还未安装的战舰拖到了列宁格勒造船厂，更名为彼得罗巴甫洛克斯克号。最终在德国海军中服役的只有3艘西培尔海军上将级重巡洋舰。西培尔海军上将级重巡洋舰在设计之初便被要求满足3个条件：第一，火力能与法国海军的阿尔吉号重巡洋舰相匹敌；第二，航速要比法国的敦刻尔克级战列巡洋舰快；第三，续航能力能满足大西洋作战的需求。在主炮选择上，由于海军司令雷德尔的坚持，西培尔海军上将级采用了口径更大的 203.2 毫米炮作为主炮。因为装备 203.2 毫米主炮需要增大舰体尺度，所以德国海军对原设计方案进行了大幅修改。西培尔海军上将级的主要指标仍停留在条约型重巡洋舰的框架内，但已远远超过国外同型舰的要求标准，成为了当时吨位最大的重巡洋舰。西培尔海军上将级的前2艘战舰刚建成时，采用了平直、略带外倾的舰首和传统巡洋舰尾，但在该舰服役时，德国海军意识到这种设计在恶劣海况时上浪严重，影响航行性能，于是，在服役不久后改成了非简型的大西洋舰首。事实证明，这种设计更适合北海和大西洋的环境。大西洋舰首也成为了德国大型战舰的外观标志。建造西培尔海军上将级巡洋舰时，德国的焊接技术已取得了很大发展。德国人大量采用焊接代替铆接，节省了不少舰体重量。同时，高强度钢的使用又提高了战舰的防护强度。在动力系统上，为了保证航速，德国人采用了高温、高压蒸汽轮机，而不是柴油机。每艘战舰上安装了3台蒸汽轮机和12台锅炉，锅炉的效率较高，使战舰的航速达到了 33.5 节。虽然存在航程短、燃油不足、装置性能不稳定等问题，但西培尔海军上将级巡洋舰的高航速始终对盟军构成了极大威胁。西培尔海军上将级重巡洋舰在舰首舰尾各装有2座双联装主炮塔，共8门 203.2 毫米主炮，可发射穿甲弹和榴弹，最大射程 33.5 千米。德国人还加装了2座供主炮使用的大型测距仪，以及适用型舰载雷达。在1941年与英国战列舰对射时，其主炮的辅助系统展现出了巨大的威力。西培尔海军上将级的高炮使用的是同俾斯麦级、沙恩霍斯特级同型号的105毫米65倍口径炮，性能在当时称得上先进。战争爆发后，西培尔海军上将号和布吕歇尔号一同参加了1940年德国进攻挪威的行动，这是德国海陆空3军第一次协同作战。西培尔海军上将号和2艘沙恩霍斯特级战列巡洋舰奉命掩护运送陆军的舰队。很快，西培尔海军上将号便遭遇了英国皇家海军的萤火虫号驱逐舰。在战斗中，萤火虫号被击沉，但舰长在船沉前英勇地撞击德舰，将西培尔海军上将号的装甲带撕开了一个口子。不过相比之下，该舰还是幸运的。布鲁歇尔号奉命运送进攻奥斯陆的陆军舰队，德国人认为自己不会遭遇抵抗，该舰队大摇大摆地开进了峡湾。到达峡湾最窄处时，编队最前面的布鲁歇尔号遭遇了挪威 279.2 毫米大口径岸防炮的攻击，布鲁歇尔号闪躲不及，舰身中弹起火，随后被挪威岸防部队发射的2枚鱼雷击沉。布吕歇尔号成为了人类海战史上唯一一艘被岸基鱼雷击沉的巡洋舰。挪威战役过后，西培尔海军上将号又参加了攻击英国大西洋船队的破礁行动。在巴伦支海海战中，西培尔海军上将号击沉了英国布兰贝尔号扫雷舰，重伤了阿查蒂斯号驱逐舰，但德军在巴伦支海海战中仅伤了1艘商船，德军高层十分恼火。西培尔海军上将号自此再没有参加过海上作战行动。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45年，该舰在东普鲁士协助军民撤离，被英国飞机炸伤。为了防止落入盟军手中，希佩尔海军上舰号选择了自沉。至于3号舰欧根亲王号，1941年，欧根亲王号重巡洋舰和俾斯麦号战列舰一起参加了破坏英国大西洋交通线的莱茵演习行动。2艘与前来拦截的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胡德号相遇。在交战中，欧根亲王号协助俾斯麦号一举击沉了英国皇家海军的骄傲胡德号。俾斯麦号也在战斗中受伤，计划返回港口修理。欧根亲王号不得不与其舰分开。后来，俾斯麦号在英国海军的全力围剿下沉没，欧根亲王号则毫发无伤地回到了港口。1942年，欧根亲王号参与了挑战英国海权的3头犬作战行动。欧根亲王号重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战列巡洋舰、格奈森瑙号战列巡洋舰以及多艘驱逐舰、鱼雷艇组成的舰队，在英国人的眼皮子底下穿越了英吉利海峡，成功回到了德国，狠狠地羞辱了英国皇家海军。但自此之后，德国的大型水面舰艇在希特勒的严令下毫无作为，几乎失去了存在价值。欧根亲王号也只在战争末期开出港口，有限支援一下陆军的防御作战。1945年，欧根亲王号被当作战利品交给了美国，后被当作靶舰进行核弹爆炸试验。随着欧根亲王号的落幕，德国的希佩尔海军上将级重巡洋舰最终走下了历史的舞台。好了，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二战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